普的对等关税被推翻了，到底金融市场会作何反应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最高法院呢宣判川普关税违宪，于是呢这个川普的关税要被推翻了。哎呀，推翻了！你看到全世界的金融市场放鞭炮啊，庆祝啊。但是你庆祝的对吗？到底接下来呢，金融市场你应该要怎么样观察？投资人更要好好听听，到底这件事情会怎么样影响到金融市场？接下来是马照跑，舞照跳，很开心呢，还是你应该有一点警觉心？今天呢，我们就首先带您来看看到底美国的最高法院判决川普这个对等关税违宪。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好，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川普呢，他当初呢是援引了 IEEPA 这样的一个法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法条呢？是1977年的时候呢，那他说有这样的一个法，那这个法叫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什么意思？如果今天国际间有紧急状况了，哇，好紧急，好紧急！这个时候呢，他就赋予美国总统这样的一个权利啊，你的权利就是因为好紧急嘛，所以你就可以做一些决定啊。简单来讲是这样，但是呢，这个最高法院说，但这个是状况，首先你要国际状态很紧急啊，美国很紧急吗？很急吗？你急吗？好像没那么急。你有急到要对全世界开炮吗？没有那么急，然后再来，他说呢，你把这样的一个总统手中在紧急状态，他要做决定的这样一个权利，把它拿来当成关税工具，这不合理。因为呢，在美国宪法当中，他们是有分权的嘛。比如说，他说这个关税权是国会的，不是你总统的，你不能总统拿了一个法条说我很紧急。你就要去越权去管人家的关税，不可以的。所以呢，这个宪法就违宪。所以最高法院最终的判决就是：首先，你不能拿这样的一个法条拿来去侵害了国会他制定关税的权利。好，首先你侵权了。再来一个呢，他说你也侵犯了国民的财产权，因为有很多的企业为此。他丧失了他的财产，对吧？莫名其妙，我要多付好多税，还有很多的消费者莫名其妙，因为你总统觉得很急，于是呢，他们就要多承担了这些消费物品的一个涨价啊，等等等的，他付出了很多的财产的损失。所以呢，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就按照这两个理由宣判这个川普的对等关税你是无效的。好，这个。翻桌了，不可以课了。然后你也看到，这个美国立刻宣布了，那就不能课了吗？24号开始，那就不能课这样的一个关税了。好了，那不能课。接下来才是重点。你一听到，哎呀，最高法院这个推翻了这个川普的决议哦，你就看到哇，金融市场马上反应很开心，耶，不用课关税了，哦耶，哦耶，有没有很像那个得到奥运奖牌那个开心？有没有？好，但不要开心的太早。好，我们先来看哦。各国的反应是什么？当初呢，为了这个川普的对等关税，当然是这个各国哇塞搞得焦头烂额啊，这个简直啊，这个你知道要倒戈的倒戈啊，很惨呐，然后各自去跟美国跪啊，哎呀拜托啊，高抬贵手啊。但现在你看到。不是应该大快人心吗？对其他国家来讲，你乱课我关税，现在你看吧，是不是？你知道你这倒大霉的，现在轮到你了，对吧？没有笑到最后的，地球是圆的哈。好，那于是呢，你看到其他国家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他蛮克制的，很开心，暗爽。但不能讲出来，因为难保那个川普疯疯的。你现在笑得很大声，到时候我又再给你课关税，你知道？你不知道他会出什么怪招。于是呢，你就看到各国的回应其实都蛮克制的哦。大家都是暗爽在心里，但不能说。暗爽在心里，但又不能说，你就说一些冠冕堂皇。比如说，欧盟就讲我们本来就是倡导这个低关税的嘛，那这个美国这样的一个决定美国自己做决定，对不对哈？那只是呢，我们是一直倡导低关税嘛，就这样。
说了等于没说，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没有多的哦。另外呢，看到加拿大就说，哎呀，这个加征本来就是没有道理哦。那现在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做了决定之后，那就看看美国接下来会怎么做。你看，也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那没有人敢多说什么。再来，你看墨西哥就讲了，他说，哦，那这个美国现在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们要继续观察一下，接下来有哪一些潜在影响。那另外呢，像德国说，哦，我们是审慎的态度来面对美国自己的决定，没有人敢多说什么，你知道吗？开心也不敢，笑，你看你川普，没有人敢这样哦。好，那当然这是各国的回应。那接下来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那你之前课我的关税，你要不要还给我？既然呢，这个美国最高法院说你这个违宪嘛，对吧？你还给我嘛？要不要还？你还不还？你怎么还？这个最高法院判决书都没有写。那于是呢，现在到底被课了多少？初步统计，大概呢已经课到美国政府口袋里的有1300多亿的美元已经被课走了。好，那课走了之后呢，既然违宪，你是不是理应还给我？好，那还给我要法律动作嘛？哦，美国呢也是严格来讲是法治国家嘛，对不对？一切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好，那于是呢，他们现在你就看到很多企业开始有法律动作了，他一定要做这个法律动作。那做了之后你再去跟政府把这些税款要回来，你才有根据。所以我们来看到现在几乎已经有上千家的一些企业呢，都开始有法律动作了。比如说像比亚迪呢，他已经在1月26号。他也提交法院的诉讼案了，那他就讲了，哎呀，这个课我关税不合理啊，巴拉巴拉的啊，所以呢，法律动作做出来。那接下来就是看怎么样把这些税款要回来。除了比亚迪之外啊，很多知名的大企业都做了同样的法律动作，就是去对美国政府提告了，要有一个诉讼的动作，接下来你才把税要得回来。好，我们看到除了比亚迪，像 Costco 零售业，另外像是这个丰田 Toyota 汽车行业，另外像是这个Goodyear 固特异做轮胎的，那当然还有非常多上千家的一些这个跨国大企业，他们都去做了这个提告美国政府的动作，因为接下来你才有所本可以去要钱。那你说有一些这个中小企业哦，你没有去做法律动作，亦或是你手中没有这么多法律资源，80%要不回来了。那更多的是，比如说你说美国的消费者，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个对等关税，那他的物价涨了，他多付出的钱呢？不好意思，算你倒霉，谁叫你们选川普当你总统？所以呢，这些可能都要不回来了。所以你看到这些大企业先去做一个法律动作，就是接下来要回来。但是呢，其实很现实的是，你都放到人家口袋里，你要把它要回来多困难啊！连这一次呢做出判决的很多的美国的大法官都讲，这是一笔烂账，你怎么算？你要怎么算？说我这个叫做我多课你的税款，要怎么还给你？他说一笔烂账啊，这个可能又是旷日费时啦，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够解决。好，那当然对于川普来讲，你现在我本来引以为傲，我这个川普关税，你看看我宰制全世界，对不对？我就是发号施令，我就随便给你安个数字。你80%，你80%，你30%，我看你好可爱，你15%。好，那各种嘛，他高兴就好，他就是一个皇上。好，那现在呢，这个皇上手中的大刀被拔走了，现在剩一根小胡萝卜，那怎么办呢？好，我们来看到他说，没事的。不怕，我还有别的工具哦。本来是一把这个大关刀，现在呢，他弄了好几把小刀，我组合拳，我一样要课你税哦。好，我们看到他马上立刻。他说：“我还有这个贸易法叫做122条款，这个条款呢是1974年这个122条款。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是，他说如果遇上了重大的国际收支失衡的状况，他给总统一个权利，他就说总统你可以课关税，最高15%，但是有期限，最多150天，150天到了之后呢，你要交由国会批准继续课那 OK。那如果国会不批准，不好意思，你150天到了就到了，你这15%的一个关税就不能再继续课了。好，现在川普马上就端出这个来，这个122条款，122条款，他说好，我要课你全世界15%的关税哦，还继续课。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看到了其实还有一些它组合拳当中的一个关税工具的，比如说301条款，301条款大家还记得吧？
不公平贸易，他就可以克。他如果觉得你这样的商品不公平，你垄断，你如何啊，那我就课你关税哦。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叫232条款。232条款呢，它一个适用的状况是，如果他觉得这样的商品进口到美国，影响到我国家安全，我就课你税。所以呢，现在这个232条款啊，之前很多半导体他才担心嘛，这个半导体的一个这个关税很可能就会被放在这个232条款当中嘛。所以呢，现在呢，这个你看到了。川普说没有，不担心。虽然你们大法官拿走了我的关刀，但是我这些小刀啊，我这弓箭组合起来，我也依旧可以课到很多税。所以他现在用122条款、用301条款、用232条款，通通加在一起，照样想要用同样的方式关税掌控全世界。但问题是，你那个小刀啊，小牙签。就跟大关刀感觉好像不太一样，而且呢，你当初拿着大关刀，虎虎生风啊，结果现在拿一个小牙签刺人家，不痛不痒的哦。然后呢，大家又觉得你刺我，顶多给你刺150天，然后就没有了，我就不痛，皮很厚。好，所以呢，你就看到现在大家开始说了哦，不仅仅是这个川普的一个关税。它被拿掉的一个这个状况而已哦，更深层的是你要去理解它。你看到了川普很可能在这次的过程当中，可以说他把他的关刀卸下来的过程当中，他的威信，他那个不可一世威风。程度降低，于是呢，你看到接下来本来啊，这个川普要到中国去访问，他要跟中国好好谈判一场啊。结果呢，你看到这个跟中国谈判好像屡贴到铁板的感觉。之前怎么谈判？大关刀砍，然后呢，中国不理你，就不理你，屏蔽，不理你。然后最后呢，还端出稀土啊，不然你就不要用我的稀土。于是呢，你看到这个川普鼻子摸，那我们休兵好了，我关刀暂时不砍你，我关刀收起来。那你稀土继续给我用好，于是双方呢可以说就是暂时的和平哦。本来这个和平的期限1年，然后呢，川普还本来打算说，哎呀，这个3月底4月他要到中国去这个访问，我再谈一次，我要谈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协议出来，然后回到美国去，然后再宣扬说，你看看我是如何把中国踩在脚底下。结果呢，现在你都去之前，最高法院这样就把你打脸，哎呀，灰头土脸。现在呢，怎么去跟这个中国谈啊？我们看《纽约时报》就写了一篇专文，就讲了说这件事情对川普的威信跟他威风程度来讲，哇，真的是把他打折扣啊！所以他这一次呢，到了中国去哦，怎么样跟中国谈判哦？现在这个感觉有一点灰头土脸的去哦，好像那就不知道了，会谈出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来。所以他们就说了，这次很可能你去看美国要去跟中国谈判，很可能呢没有办法。像本来美国想象的那么样的好，他想要叫中国多买黄豆啊，要他多买美国的能源商品啊，要他多买波音飞机啊。现在呢，感觉你这个老虎的獠牙被拔掉了2根哦，你还可以讲话那么嚣张吗？好像不太一定哦。所以呢，这中美谈判的变数很可能就在这里。另外一个呢，只要带你看，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本来呢，这个川普的关税呢，可以说哇，让这个美国这个政府的口袋赚的这个盆满钵满啊。那大家也知道，美国政府很缺钱嘛，这个3不5时的，你看到就是没钱要打烊了，关门了，对吧？那现在呢，这个对等关税虽然你说好像于法无据，但是它毕竟就是实打实的，我就是赚钱进到美国政府口袋了嘛。现在没了，那没了怎么办？因为呢，川普他还祭出很多减税政策啊。现在呢，这个美国政府每年的一个预算赤字那么大，现在我这个关税少了，你说我怎么办啊？于是呢，你就立刻看到，这个1.8兆美元的一个预算赤字的压力，哇，有如山堆在川普的肩膀上，他最近应该这个肩颈蛮酸痛的哈。好，那怎么办呢？虽然呢，这个美国政府说不担心嘛，对吧？我还有232、301、122条款加一加，我还是有税的。但是跟之前的对等关税的那个规模是不一样的。那于是呢，你看到了他的预算赤字要怎么办？发债。所以你就看到了，近来美国债市又是迎来大动荡啊。好，如果说又要继续发债，债券的价格又往下崩，殖利率又往上的话，那金融市场又是压力山大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
会不会企业获利我不用缴那么多税了，然后我这个经济发展，我通膨又开始压不住了，那我联准会还要降息吗？好像也降不了了。所以这一切的一切现在看起来好像又恢复到了那个很不稳定的状态啊。虽然说美国这个总统川普他的一个对等关税大家这个恨他恨得牙痒痒，但是你不得不说，如果定下来就定下来，那是一个确定的状态。金融市场最怕什么？金融市场最怕的是不确定的一个状况，所以呢，现在又回到了一个不确定的状况。本来就是很确定对等关税，然后我们这个各自国家去谈定了一个数字回来，那叫确定状况。虽然很痛，虽然讨厌，但是它确定了，确定我就可以来因应这个政策的一个这个确定之后，我就可以有一些怎么样因应这个政策啊，这边我可以有一些对策啊。但现在呢，又恢复到不稳定。他今天拿122条款来这个跟你课你税，如果哪天他又翻出来一个什么条款了，你又没听过的，怎么样又翻出来了，那他又要课我税，那是一个恢复到不稳定有变数的状态，这就是金融市场最害怕的。所以呢，当大家都在听到了这个川普的关税被推翻，好开心好开心要庆祝的时候，你应该要想的是，又恢复到不稳定的状态，我们要有风险意识。现在呢，最安全的做法是，全世界金融市场可能在庆祝，但是呢，你要心里有准备，你要先留出一些现金来，以备不时之需。因为现在市场不是怕冲突，怕的是不确定。那现在就是不确定，因为你不会知道川普的下一步，他会不会又到了这个川普这个美国政府的档案室里头去挖出了一个什么17几年、18几年、19几年年初，然后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条款？我们又没听过，那又可以课关税。他又拿出来课你关税，哇，那你又要昏倒了。所以呢，现在的状况最安全的状况是，你还是要留出一些现金来，以备不时之需。我们的警觉心还是应该放在心上。好，这是今天呢，赶快帮大家来好好聊聊，到底呢这个川普的关税被推翻了之后，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数哦。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我们下回见，拜拜。